吃饭时，男孩不小心碰掉了餐具，继父就赏了他一巴掌，觉得不解气，又关上门毒打了一顿。而他的亲生母亲装作若无其事，还试图用琴声掩盖。男孩打不过继父，只能把气撒在同学身上。校长训话时，他还做小动作，你一定以为他是个小混混，其实这是个学霸。因为作风问题，成绩优异的他还是被学校开除了，没有学校肯收他。母亲偷偷变卖家产，决定把他送去昂贵的私立学校，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母亲知道必须让他远离这个家，否则他会更加暴力。艾莉剪了短发，长途跋涉来到新学校，这里环境优雅，处处低调而奢华。艾莉本想开始新的生活，却没想到学校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按照家庭富有程度，学生们会被分成3、6、9等，这里不用投票，最有钱的同学直接成为学生会长。当同学问起他的家庭情况，艾莉回答关你屁事。学生会长听到脏话，竟然惩罚了提问的同学。这重重的一击让艾莉震惊了，她知道这是对她的警告。回到宿舍，室友皮耶告诫她千万不要出风头，装傻充愣就好，否则将引来祸端。第二天上课，皮耶被叫到前面，老师戏弄地讨论着他的身材缺陷。吃饭时，艾莉忍不住吐槽老师。会长的跟班听到后，让他站起来接受惩罚。Du vägrar? Ja, jag vägrar. Ja, då blir det väggen. Är det att jag vägrar det också?看着艾莉猖狂的样子，会长露出阴险的表情。他喊出艾莉的同学，拿出一个玻璃盖子，在她头上狠狠地敲了一下。艾莉被惊呆了，这个奇葩的地方，自己的错误却要由别人来承担。然而这场较量才刚刚开始。晚上，皮耶提醒他，你这样下去将会大难临头。话音刚落，他就被会长叫走了。艾莉来到会长的宿舍，这里又大又豪华，像是一个俱乐部。会长的跟班让他把皮鞋擦干净。艾莉不想惹事，拿上皮鞋就走，准备擦完再送过来。可是要擦的不是这个，而是地上那堆超级脏的鞋，这明摆着就是针对。艾莉把皮鞋一甩，转身就走。Vad fan ska vi göra med honom? Var det lugnt eller? Han är ny.皮耶听说了这件事，觉得艾莉应该听话，不然他们一直找你麻烦。但艾莉很有性格，她已经受够了被欺负，就算受到惩罚，她也不愿妥协。晚上，皮耶睡不着，他转身说道：“我把你当作唯一的朋友。”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希望艾莉能收敛一些，起码混个毕业。果然，第二天会长跟班就故意找茬，还让艾莉道歉。我又没做错，凭什么道歉？对方说，如果这次道歉，以前就一笔勾销。但艾莉坚持原则，态度强硬的拒绝了。Fan eller? Din käftiga lilla skit. Be om ursäkt. Aldrig i livet. Kan du betrakta dig som utmanad i rutan? Klockan 7. 面对公然挑衅，艾莉跟朋友来到斗场。朋友说：“你准备挨打吧，2打1是最轻的，也没有还手机会。如果不应战，最多被称为老鼠，是有点丢人，起码不受皮肉之苦。”晚上，学校操场挤满了人，同学们发出挑衅的声音，这是准备打架。艾莉听到，一股热血直冲脑门，拿上外套就冲了出去。然而刚下楼，她就折返回来，不是怂了，而是想给母亲打个电话。母亲对她给予厚望，她实在不想让她失望。斗场上响起艾莉的名字，她被人称为老鼠。艾莉回到了宿舍。不久，学长闯进艾莉的宿舍，他们说要查房，却把屋里翻得乱七八糟。突然响起一声口哨，所有人停了下来，排成2列，为学生会长让路。说什么查房，不过是没事找事儿罢了。吃饭时开始点名，几个人站了起来，他们要接受审判，其中包括会长的眼中钉艾莉。看艾莉吊儿郎当，会长让她站好。Stå riktigt. Har någon betydelse för rättegången hur jag står?艾莉嘴上说着服从，心里还是不服，于是被罚3周不放假。假期的劳动惩罚，艾莉被要求不停地挖坑，终于挖好，却下起了大雨。会长的跟班过来， Du måste ju naturligtvis fylla igen den här gropen innan de ramlar ner och slår sig. 艾莉举起了手中的铁锹，对方感觉不妙，转身就走。就这样，艾莉忙到天黑，又把坑填了回去。大家都用过了晚餐，艾莉来到餐厅时，一位年轻的厨娘为她端来了食物。这个漂亮的姑娘很欣赏艾莉，毕竟她很与众不同。Vad heter du? Maria. Erik. Jag vet. 放假时，大家都回了家，艾莉被罚禁假，她有了更多时间和玛利亚独处。他们情不自禁的恋爱了，这可是学校的大忌，所以2人只能偷偷见面。这天夜里，艾莉是个正香，突然宿舍里被人泼了一桶米田共，艾莉把这些装回桶里，趁着会长睡着后溜进他的宿舍，直直的浇了他一头。
二天吃饭时，他嫌弃地说有一股屎臭味，这激怒了会长。他发了疯似的挥舞拳头，艾丽没有还手，但是也不肯低头。玛利亚忍不住为他发声。Jag tror det räcker nu pojkar. 校领导也出面制止了他，会长终于冷静下来，这才发现事情有多严重。艾丽因祸得福，顺利进入了校游泳队，还准备拿冠军。可是游泳比赛是由罗森的父亲赞助，所以第1名永远属于他。教练私下鼓励他，希望这届的冠军不再是徒有虚名。晚上，艾丽请玛利亚去看比赛，他们都知道背后的潜规则，但艾丽告诉恋人，只要你来，我就把冠军拿下。比赛当天，艾丽超常发挥，最后一场她将和罗森对战。艾丽有心理压力，但老师让她拿冠军。 Vad händer om jag vinner? Du blir oantastlig. 比赛开始，艾丽故意放慢了动作，但还是赢得冠军，打破了学校纪录。同学们由衷的佩服，但是赞助商的坐席却没人为他鼓掌，他们投来异样的眼光。会长站了起来，他的掌声中没有祝福和尊重，而是酝酿着一场复仇。艾丽终于放假回家，母亲表扬她成绩优异，继父却不屑地说：“Vad fan är det här då? Ordning och uppförande C. Måste vi talas vid efter middagen, eller hur?” 母亲又弹起钢琴，掩盖这场愉快的谈话。继父刚用皮鞭抽打，接着就握手言和，我们还是朋友。假期结束，艾丽回到学校，她发现玛利亚非常冷淡，根本不甩她。会长不再找她麻烦，反而对皮耶下手。皮耶被罚站，却只能忍气吞声。几个高年级的学生闯进宿舍，掏出水壶就是浇花，男孩的床单湿透了。Verkar som om vi har en sängbälte här. 第二天，他们又褪去男孩的上衣，要在他身上熄灭烟头。艾丽看到室友受罪，实在忍无可忍。Fimpa ditt fega jävla kräk! 他可是学校的狠人，对方有点下不去手。看到艾丽面不改色，对方直接怂了。就这样，会长放过了皮耶。他告诉艾丽，没必要替别人受罪，不过他是为你受罚，谁让你不守规矩呢？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皮耶在斗场挨打，艾丽不敢出头，只能咬着牙愤恨地看着，因为他继续违反纪律，将会被迫退学。晚上，艾丽被绑在草坪上，她的朋友被迫向她身上倒热水，然后是冰水。艾丽体会着孤独和冰冷，最凉不过人心。零下5度的气温让她的脸开始结冰。恍惚中，玛利亚救下了她，怀中的温香软玉让艾丽感受到一丝温暖。第二天，艾丽回到宿舍，发现皮耶走了。她留下一封信，上面写着：“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皮耶一直隐忍，还是没能坚持到最后。艾丽决定向学长发起挑战。Rutan om en timme, ta med dig från skänken. 艾丽换了衣服，几下解决了2个小弟。会长也没想到他竟然这么能打。艾丽挑衅四周，却无一人敢上前应战。不久后，艾丽有了软肋。玛利亚来信说她怀孕了，并且辞去了工作。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校长那里，艾丽被退学了。她想拿回爱人的信件，却被校长塞进了抽屉。Jag tror du gör bäst i att glömma den där flickan. 艾丽陷入两难的处境，她拿着木棍找到会长。Vad vill du ha? Pengar? Du kan få 10 000, jag lovar. 10 000 något är det allt du är värd. Ja, det är säkert. Du får dem imorgon. Jag svär på min heder som adelsman. Din heder som adelsman. Och vad hade den heden när ni plågade Pierre så han inte stod ut längre? 会长吓得屁滚尿流，艾丽转身离开了。艾丽找到一位律师，要回了爱人的信件，并且顺利毕业了，终于熬出了头。她没理由再忍继父了。看着他冷嘲热讽，艾丽狠狠地瞪着他。Vad i helvete glor du på? Vad glor du på? 看继父很生气，母亲想要阻拦。Det är slut nu! Du ska bort härifrån, fattar du det? 艾丽勇敢地关上了门，这一次她会彻底改变继父。皮耶找到了新学校，分别时两人依依不舍。皮耶坐着豪华汽车绝尘而去，艾丽却骑着破旧的单车。即使摆脱了炼狱般的环境，她却即将踏上更残酷的现实社会。至此，本片结束。在你看来，充满规则的学校，欺负穷人的同学，动辄打骂的继父，便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殊不知，这只是人生的一个小插曲。学校就像缩小版的人间，每个人都要经历并且习惯。暂时的隐忍不过是卧薪尝胆，舔舐伤口，暗暗努力。唯有实力才能打破内定。相信我，每个人都有翻身的机会，总有一天你会把他们远远地甩到身后。